在這麼多年的遊戲發展過程中，光盤無疑是最重要的載體之一。儘管現在數字版遊戲的比例已經明顯增加，並逐漸走向主流，但實體光盤也仍在堅持。那你知道電子遊戲史上首款 CD 光盤遊戲是什麼時候出現的嗎？作為一種存储媒介， CD 光盤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運用於日常領域，但由於當時制造成本普遍偏高，使用的範圍還相当的局限。隨着成本的逐漸下降，到了80年代末，它被賦予了更大的期望，能在更廣泛的場景使用。但游戲領域的完全普及卻是在90年代。NEC 成為了首個吃螃蟹的人。雖然 PCE 是哈德森和 NEC 合作的產物，但 CD 光驱的硬件卻由 NEC 主導完成。1988年12月4日，作為 PCE 主機外设的 CD-ROM 光驱正式发售了，成為遊戲歷史上首次使用光盤載體的主機。當天同步首發的有2部作品，《街頭霸王》和《小川贩子》，這也是電子遊戲史上最早的 CD 光盤遊戲。要知道 PC 端最早的是1989年發布在蘋果電腦上的 The Manhole。 接着來聊咱們今天的主角，初代的街頭霸王。至於另一款 PCE CD 的首發遊戲小川贩子，放到下期來介紹。1987年8月，當時還在卡普空任職的西山隆志創作了這款初代街霸，推出了街機版。西山隆志當初的構想是基於自己前幾年參與開發的遊戲《成龍踢館》，強化裡面 BOSS 戰的內容，並做成一款 1v1 格鬥類型的作品。先推出的一種街机形式和後來大家所熟知的不同，是用一個操作桿加2個壓力感应按鈕組成，紅藍2種顏色的2個按鈕很大，分別對應拳和腿的攻擊。按鈕內置壓力傳感器，根據按鍵的力度，實際上是持續時間的長短來決定攻擊的力度是輕、中還是重攻擊。卡普空当时并不具備開發這套硬件的技術，因此這套設備是委託雅達利開發出來的。但它的問題在於攻擊力度的判定是在玩家鬆開按鍵後進行的。按這個原理，不管操作水平多高，招式的執行都會有延遲，遊戲體驗略顯遲緩。施展特殊招式的時候，搖桿和按鍵操作的時機也很容易不同步，導致特殊招式難以使用。發售後，這個款式的街機銷量並未達到預期，在2個月後推出了標準型，採用6個按鍵，分別對應輕、中、重拳和腿。這種形式能夠帶來更好的遊戲體驗，因此銷量也更好。這種6鍵的模式也一直延續到了系列後續的作品裡。隨着 PCE CD 的上市，在當時的家用機領域，除了性能優勢，還多了一項容量的優勢。為了體現這種優勢，把街頭霸王移植過來，無疑是一個很好的選擇。不過，並不像後來的街霸2代那樣火遍全世界的大街小巷，版本眾多。初代的街霸只有這一個家用機的版本，這個版本由阿爾法系統開發，哈德森發布。可能細心的朋友已經注意到了 ，PCE 版封面上的名字寫的是 Fighting Street， 而不是 Street Fighter。這是因為當時 Street Fighter 這個名字在主機上已經被南夢宮搶先注冊了，卡普空不得不換個名字。但後來南夢宮始終也沒有推出對應名字的遊戲，把坑占了但又不用。PC 的手柄和紅白機一樣，也只有2個按鍵，要對應上操作，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採用類似街機壓力感應的方式，通過按鍵時間的長短來決定攻擊的力度，這也導致了遊戲的操控感不佳。儘管後來第一方和第三方的廠商都在 PCE 上推出了幾種6鍵的手柄，專門對應後來的這類格鬥遊戲，但並不包括本作。初代的故事是年輕的天才格鬥家龍，從小就學習各種武術，他還有一個競爭對手肯。經過嚴格的訓練，2人形成了各自的風格，並踏上了街頭格鬥之旅，挑戰世界各地的強大對手，目標是達到格鬥界的巔峰，成為最強格鬥家。本作裡不能選擇角色，單人遊戲的話，玩家只能使用龙作為主角。双人对戰的模式，2P 玩家控制肯，如果2P 玩家在对戰中獲勝，使用肯完成後續和電腦對戰的流程。2個角色在技能和操作上都完全一樣。初代裡人物的3個特殊招式，波動拳、升龙拳和龍捲旋風腳的搓招方式最初就固定了，只不過這裡的判定要求非常嚴格，加上鬆開按鍵的延時，實際戰鬥中很難使用。另外，作為早期的格鬥遊戲，像是角色血條、3局2勝、按反方向進行防禦，且分為站立防禦和下蹬防禦等，這些內容也在本作就固定了。過關模式的流程是要前往4個不同的國家，在每個國家分別面對2名對手，
在日本先對戰叫做烈的和尚，他曾經是少林寺的拳法大師，但因屢次私下爭鬥而被逐出寺院。後來他以 NPC 的身份在街霸6的世界巡回賽裡再次出現。第二個對手基，一名忍者，會發射手裡劍，戰鬥場景在富士山附近，但他並不是後續作品的忍者角色。在美國，第一個對手是喬，他是地下武術界的冠軍，在街霸5裡以超級巨星的名義出現。第二個對手麥克，一名穿着紅色 T 恤和藍色牛仔褲的黑人拳擊手，是否和2代裡開始出現的拜森是同一個人，說法不一。在中國，第一個對手是李，戴瓜皮帽，穿唐裝，使用8極拳，後來被定義為街霸3裡陰陽2個角色的親戚。第二個對手袁，白髮老者，穿着長袍，一名刺客，使用螳螂拳，在街霸 Zero 和4代中出現。春丽的部分招式是他傳授給春丽的父親，再傳授給春丽的。在英國，第一個對手博迪，身材魁梧，穿着朋克風格的衣服，在一家酒吧當保安，也是 Zero 和4代當中出現。第二個對手老鷹，留2撇小鬍子，穿白色的襯衫，為暴發戶貴族擔任保鏢的英國紳士，使用菲律賓雙棍術。擊敗全部4個地點的對手後，前往泰國，面對最後2個對手，都是使用泰拳。第一個對手阿頓，戴着頭箍，他是沙加特的弟子，在 Zero 和4代裡也有出現。最終对手就是戴眼罩的沙加特，不過在本作裡雖然個子很高，但身材比例顯然有些問題，腿太短了。在擊敗了每個对手後，都有一段对手說話的特寫，這部分都包含了語音。完成一個地點的關卡後，中間還穿插獎勵關，分別是首批磚塊和破壞木板，有2種不同的難度。作為街霸系列的首部作品，整體的素質算不上特別優秀，但也有諸多開創性的元素。PCE 的這個移植版本基本上能夠呈現原版的全部元素，在畫面上略有縮水，聲音方面沒有充分利用到 CD 的優勢，直接從街机原版裡提取了音效和人物語音，在這裡播放出現音量比較小，而且不太清晰，受限於手柄按鍵，操作比較糟糕。不過作為僅有的家用機版，而且是史上首個 CD 光盘遊戲，不管是原版還是移植版，它的里程碑地位是毋庸置疑的。